顾董，查清楚了，顾总最近确实交了女朋友，叫林婉柔。林小姐一家今天也到江城，说是要和顾总谈订婚。程泽这孩子谈女朋友也不跟我说。要不要安排专机？不用，排场太大，看不见真东西。我坐普通航班过去，正好看看这未来儿媳妇平时是什么样的人。看着倒是个好姑娘。让开让开，挡什么路啊？小伙子，慢点，撞到人了。你自己站路中间碍事儿，还怪我？怎么想碰瓷儿啊？你怎么说话呢，年轻人？耀祖，别理这种老头，现在机场碰瓷儿的多得很，一倒地就要钱。你们撞了人，不道歉也就算了，还倒打一耙。老头，别找事儿，我们家不是你能讹的。妈，算了，真闹起来让程泽派律师处理就行，别为了这种人影响心情。程泽？怕了，我姐男朋友叫顾程泽，长和集团总裁。你要是敢讹我们，我姐夫一句话，让你下半辈子都不好过。顾程泽知道你们在外面这么拿他的名字欺负人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管我姐夫的事儿？走吧，别跟穷老头浪费时间。查一下林婉柔一家，越详细越好。让让，没看见我箱子大吗？先来后到，而且你这个箱子太重，硬塞会砸到人。你管得着吗？啊！先生，请您不要强行放置超重行李。一个破箱子也管？我姐马上就是长和集团总裁夫人，你们航空公司还想不想跟长和合作？小伙子，你撞了老人，道个歉不难吧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我儿子年轻力壮，碰一下怎么了？这老头一看就是想讹钱。妈，别跟这种底层人纠缠，他们最会装可怜。姑娘，一个人有没有钱，不该成为你看不起别人的理由。您这么懂道理，怎么还穿成这样挤普通航班？怎么这么慢啊？我都等了多久了？你们这服务也太不到位了吧！什么素质啊？就是真没素质。公共场合注意一点。老头，你没完了是吧？从登机口管到飞机上，你是不是想找存在感？我只是提醒你们，不要影响别人。别人？等我姐嫁进顾家，长和集团就是我们家的。到时候这种航线合作，我姐夫一句话就能换，你信不信？我让你以后连飞机都坐不了。长和集团也不是你们拿来吓人的工具吧？说得对，长和集团不是这么用来欺负人的。说的跟长和集团是你家似的。是我开的。真的假的？你开的？老头，你要是不长和，我还是首富他祖宗呢。现在骗子都这么不要脸了，穿个破夹克就敢冒充长和集团创始人。顾长和早就退居幕后了，人家那种身份会和你一样坐普通航班，装也装得像一点。怎么找人演戏啊？先生，请您不要在客舱内动手。下飞机后你可以报警，我陪你一起。老头，出了机场你敢投诉一句，我让你真躺着走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本次航班已平稳抵达城市机场。这句话我记下了。老人家，要不要我陪您报警？刚才那家人太过分了。谢谢，你愿意站出来已经很好了，后面的事我自己处理。
他们好像真认识长河集团的人，您一个人会不会吃亏？吃亏不怕，怕的是有人觉得别人活该吃亏。老头，把你刚才拍的东西交出来。松手！爸妈姐，你们快看，这老头还真准备全套假资料，连顾长河签名都有。骗子就是骗子，准备的还挺专业。这种人就该抓起来，冒充大老板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。我见过程泽办公室的文件，这种东西网上也能仿，别被他唬住。文件你们可以不信，监控你们以后会看到。少装高深，你刚才在飞机上发消息，是不是想投诉我们？我告诉你，我姐夫最烦你这种碰瓷老头，你要敢闹，我让你连医院都住不起。你动手之前，最好想清楚后果。后果？我姐以后是顾太太，我就是顾家的小舅子，你一个穷老头跟我谈后果？耀祖，别在机场闹大。姐，这种人不给他点教训，他真以为我们怕他。对，他要是敢投诉，影响你和程泽订婚怎么办？老头，你现在给我们道个歉，把手机里东西删干净，这事儿就算了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我不删，你们也不用客气。行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耀祖，算了。装董事长是吧？今天我就让你这个假董事长跪下。你姐想进顾家的门，可你们这家人连做人最基本的门槛都没迈过去，还敢咒我姐？你怎么能打老人？少多管闲事儿！他碰瓷我家，还冒充顾长河，我这是替我姐夫清理骗子。耀祖，别打了，怕什么？这种老骗子最会装，等下赖上我们怎么办？走，别给他缠上。我全拍下来了，你们谁也别想跑。干什么？都别动！麻烦你把录像留好。您放心，我不会删。老人家，您先别说话，肋骨可能有伤，得去医院拍片。喂，顾董，您那边怎么了？定位显示您在机场附近，出事了吗？机场监控、航班监控、登机口监控，全调。替我说话的乘客找到，还有林婉柔一家，查细一点，尤其是他弟弟林耀祖。明白。要不要立刻通知顾总？医院会通知他。先别说林家身份，我要看看他自己怎么处理。顾董，您是怀疑林小姐？一个人可以普通，可以没钱，可以没见识，但不能踩着别人还觉得自己高贵。林婉柔今天没动手，可她每一次沉默都在纵容她家人作恶。肋骨挫伤，软组织损伤，年纪不小了，得住院观察。家属电话有吗？联系人顾承泽是您儿子吗？是的。那我通知他过来。你到江城了吗？叔叔阿姨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晚上一起吃饭。到了，就是路上遇到一个怪老头，非说自己是你爸，还碰瓷我们。不过没事，我不想让你担心。说自己是我爸。您好，请问是顾承泽先生吗？您父亲顾长河先生在机场被人打伤，目前正在医院急诊观察，请您尽快过来一趟。婉柔，你刚才说的那个怪老头长什么样？就普通老头，穿旧夹克，拖一个破箱子。承泽，你别误会，那个老人真的是自己摔的。我弟弟脾气急，说话冲了点，但没怎么着他。他还非说自己是你爸，我们当然以为他是骗子。他穿旧夹克，拖旧箱子吗？对啊，
你爸那种身份怎么可能那样出门？所以我才说他肯定是碰瓷儿的。林婉柔，那不是碰瓷老头，那是我爸。程泽，你听我讲。顾总，林小姐的父母已经到公司楼下了，晚上见面的安排还继续吗？越是愤怒的时候，越别急着掀桌。有些人要让他们自己把尾巴露出来。照常，会客室监控全开，录音留存，所有接待人员正常接待，不要打草惊蛇。顾总，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我爸被人打进医院了，打他的很可能就是我未来小舅子。爸，是不是林家人干的？我现在就让法务和警方处理。急什么？我还没死。他们把您打成这样，我还差点把这种人带进顾家。所以你更要看清楚，林婉柔这个人，你了解多少？半年。他一直很温柔，不争不抢，也从不主动问我要东西。我以为他和那些冲着顾家来的人不一样。一个人对你温柔，不代表他对别人善良。飞机上他弟弟推我、骂我、动手，他都看见了，他没有阻止。他怕的不是我受伤，他怕的是事情闹大，影响和你的婚事。爸，对不起。现在说对不起没用，你要学会自己看人。这次我不急着公开身份，我要看看林家到底想从顾家拿走什么。我明白，我会稳住他们。顾总，机场监控、航班监控都在调，初步确认林耀祖有明显推搡和攻击动作。顾董吩咐暂时不要惊动林家。我知道。另外，林婉柔一家已经到警团。林耀祖刚进会客室就威胁前台，说以后要把他开掉。监控已经留存。继续录，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留好。爸，我会让他们自己说出来。等我姐嫁进来，第一个开了你。婉柔啊，这沙发真舒服，以后你嫁进来，可得让程泽给你安排一间办公室，咱娘家人来也有地方坐。长和集团是不错，顾家就程泽一个儿子，以后这产业不还是咱外孙的？姐，我想好了，我进集团以后就去采购部。采购部有水，不是机会多。我怎么也得混个副总吧？先生，麻烦您把脚放下来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姐以后是你们总裁夫人，我脚放哪，轮得到你管？耀祖，别吓到人，等程泽来了再说。哼，一个前台而已，以后我进了集团，第一个就把它开了。顾董，林家人已经开始提采购部了，林耀祖还威胁前台，说以后要开除他。继续录，人贪心的时候，话会说得很全。顾总那边能忍住吗？忍不住也得忍，他是集团总裁，不是被几句话激怒就掀桌子的毛头小子。这一刻，他早晚得学。林耀祖初步资料出来了，25岁，无稳定工作，曾因斗殴被行政处罚，去年还冒充公司主管骗过小额贷款。另外，他正在准备一份海外商学院学历资料，疑似要用来入职集团。假学历？还在核证，不过从出入境记录看，他没有相关留学经历。好，让人事部照流程收，不要提醒他，让他自己把假东西递上来。这个姑娘在程泽面前应该很会装，但她的家人就是她心里的镜子。程泽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一路上都在担心你是不是误会我。你说机场那个老人碰死你们？是啊，他一开始在登机口挡路，
我弟弟只是碰了他一下，他就不依不饶。后来在飞机上，他还说自己是你爸爸。程泽，你说这荒不荒唐？那你有没有看到你弟弟动手？当时太乱了，我没看清。再说，我弟弟脾气是急，但他本心不坏。你不能因为一个外人就怀疑我的家人吧？外人？程泽，我可是你女朋友，我爸妈今天来也是想认真谈我们的事，你别为了这种误会让他们寒心。先进去吧，你爸妈不是有条件要谈吗？别说条件，说的像买卖一样。我们是一家人，谈的是诚意。那就看看你们家的诚意。姐夫，我要当采购副总。采购副总？你以前做过采购？没做过可以学啊。再说我是你小舅子，总不能让我从基层干起吧？传出去多没面子。程泽，耀祖是我们林家唯一的男丁，以后婉柔嫁给你，他就是你亲弟弟，你这个当姐夫的扶他一把也是应该的。对呀，我们家婉柔嫁给你们顾家，可不是去受委屈的。娘家人要是没体面，她在婆家也抬不起头。婉柔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程泽，我不想让你为难，可是我弟弟确实没什么机会，你就当帮我一次，好不好？还有别的吗？当然有，订婚是大事，不能寒酸。彩礼嘛，我们也不多要，3亿。多少？3亿。我们家婉柔这么漂亮，嫁给你这个集团总裁，3亿不多吧？顾董，3亿彩礼，采购副总，他们胃口比预想中还大。别急，贪心的人最怕你只问一半。让程泽继续问。婚房必须写婉柔一个人的名字，不能写共同所有，要单独写她。女人嫁人得有保障。还有你爸，听说你爸早就退居幕后了，以后小两口过日子，老人家就别掺和了。实在不行，你给他在国外买套房，送去养老。他们还没认出您，就想把您送走。挺好，还没进门就把心里话说出来。顾总脸色已经很难看了。难看就对了，他要是不难看，说明他真没救了。3亿彩礼，婚房单独写婉柔名字，林耀祖进集团任采购副总。婚后你们搬进顾家别墅，我父亲最好不要干涉，甚至可以送去国外养老。还有吗？姐夫，你别说的这么生分，以后都是一家人。采购部那地方好，油水不是机会多，我进去以后肯定帮你管得服服帖帖。油水？我是说资源，采购部资源多嘛。程泽，耀总说话没分寸，你别和他计较，他就是想证明自己。用采购部证明？你是不是不想娶我了？如果你觉得这些条件过分，我可以回去劝他们。但我爸妈养我这么多年，他们只是想让我有保障。女儿啊，你还没嫁过去呢，就开始替男人说话了。我们养你这么大，难道不值3亿吗？顾总愿意嫁进你们顾家，是我们婉柔给你面子。林耀祖，你准备入职采购部的资料已经交了吗？还没正式交，就是先准备准备。海外商学院？对啊，我以前在国外进修过。哪个国家？哪所学校？姐夫，你问这么细干什么？几年毕业？一家人进公司还需要查户口吗？顾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儿子进你家公司是看得起你们，你还要像审犯人一样审他？就是，你们顾家要是这个态度，我们婉柔嫁过去还不得被欺负死？程泽，我弟弟是有些不成熟，可你不能因为他学历没那么漂亮就看不起他。你不是说过，爱我就会接受我的家人吗？我说的是接受家人，不是接受造假。顾承泽，你什么意思？
我姐还没嫁呢，你就开始摆豪门架子。顾家的门可以开，但不是谁都能随便进。顾董，林耀祖的海外学历基本可以确定是假的，他没有相关出境记录。另外，他已经私下联系了3家供应商，其中1家给他转过2万元见面礼。还没进门，手已经伸进采购了。还有林家家庭群，已经拿到部分截屏，他们在谈婚房、彩礼和股份。林母提到过一句，说顾家只有1个儿子，老头退了，早晚没人管。继续查，尤其查林婉柔。他在程泽面前装得太干净，这种人要么真糊涂，要么比他家人更会演。订婚宴还办吗？办，不办他们怎么把狐狸尾巴全露出来？订婚宴照办。真的？真的，但彩礼、房产、入职这些事都要在订婚宴上当着双方长辈谈清楚，这才像话嘛。大事儿就该当长辈定。姐夫，你放心，以后我进了采购部，肯定给你长脸。希望你真有这个本事。我就知道你不会因为一点误会不要我。我爸妈说话直，弟弟也冲动，但他们本心不坏。飞机上那个老人被打进医院，你也觉得他们本心不坏？程泽，那真的是误会。那订婚宴上，我们把误会也一并说清楚。婉柔，顾承泽是不是怀疑我们了？他开始问机场那个老头的事儿，还有耀祖的学历，不能再拖。那怎么办？订婚宴上，先逼他签婚前赠与协议，房子、股份、彩礼，耀祖进采购部，一次性写清楚。只要签了，顾家想反悔都难。对，姐，你到时候哭一哭，顾承泽肯定心软。女人嫁豪门不能空手，你要是拿不到东西，就白长这么漂亮了。顾董，林婉柔发消息了。果然，这姑娘不是被家人拖着走，她是拿着绳子的人。既然他们想在订婚宴上谈，那我们就给他们一个最大的舞台。林先生，按照集团高管岗位流程，您需要提供学历认证、过往任职证明，以及3年以上采购管理经验。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我姐马上就是你们顾总未婚妻，我是未来总裁的小舅子，你让我跟普通人一样走流程。越是高管岗位，越要走流程。流程？等我姐嫁进来，我第一个就让姐夫把你换了。你一个人事经理也敢卡我？这种人连进门前都忍不住伸手，真要进了采购部，长河集团的供应商怕是都要被他扒一层皮。顾董，要不要现在拦下？不急，让他参加采购部面试。我要让程泽亲眼看看他这个未来小舅子肚子里到底有几斤货。林先生，您说自己做过国际供应链管理，请问采购成本控制里最核心的3项指标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便宜、关系好、回扣，不是，我是说返点。返点？我开玩笑的，采购嘛，不就是找供应商压价？我有的是兄弟朋友，我进去以后，保证让他们都听我的。返点？我开玩笑的，采购嘛，不就是找供应商压价？我有的是兄弟朋友，我进去以后，保证让他们都听我的。那您如何判断一家供应商是否合格？你们这些问题没意义，我是顾总未来小舅子，你们直接给我职位，我慢慢学不就完了？长河集团不是培训你当少爷的地方。姐夫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别叫我姐夫，至少现在还不是。学历认证、人事备考、采购专业测试，一样不能少。你要进长河，可以，
拿真本事进，一家人还讲这些？你要是不想给我机会，直说。一家人更不能破坏规矩。顾承泽什么意思？还没订婚呢就开始防着我了？婉柔，你得想办法啊！你弟要是不进采购部，咱们家你有什么用？顾家有钱不假，可钱要赚到手里才算咱家的。订婚宴上必须让顾承泽签婚前赠与协议，房子、股份、彩礼一样不能少。承泽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了，不能硬来，得让他觉得如果不签就是对不起我。哭只能让他心软一时，要是有更大的理由，他才会彻底退让。什么理由？如果我怀孕了呢？对，只要你怀上顾家的种，别说采购副总，顾家股份都得给。这个办法好，豪门最怕丢脸。订婚宴上当着所有宾客把报告拿出来，他顾承泽不签也得签。姐，这招狠，到时候我看那个顾承泽还敢不敢卡我。我需要一份孕检报告，时间写5周，越快越好。林小姐，这种报告价格不低。钱不是问题，关键是要能骗过顾家。彩礼必须3亿，不能便宜顾家。婚房写婉柔一个人的名字。等我进采购部，供应商都得给我好处。承泽心软，我哭一哭，他肯定签。顾董，这些聊天记录来自林药组和供应商往来材料里的备份，我们会继续合法固定证据。另外，林婉柔已经联系私人诊所，疑似准备伪造孕检报告。好一个温柔贤惠的姑娘，在承泽面前不争不抢，在家族群里一步不让。要不要直接告诉顾总？给他看一部分，但别全给。有些话得让他亲耳听到才扎得醒。老头子退居幕后，早晚没人管。婚后让承泽把他爸送去国外养老。顾家只能有一个女主人。订婚宴上，这些都要放出去。他们不是想进顾家吗？那就让所有人看看，他们进顾家到底想干什么。承泽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家的气？你弟弟的学历是假的。他就是年轻虚荣，他怕配不上你们长河集团，所以才包装了一下。你不能因为这个就否定他整个人啊。包装？他用假学历申请采购副总，还威胁人事经理，这叫包装？承泽，你是不是不想娶我了？如果你后悔，可以直接说，不用拿我弟弟说事。婉柔，飞机上我爸被打的时候，你到底有没有阻止？我当然阻止了，只是当时太乱了，而且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你父亲。如果他不是我父亲呢？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老人，你们是不是就不用道歉了？你现在就是不信我了。我想信，但你得给我一个还能信你的理由。订婚宴上，我会让你看到我的真心。哎呀，怎么样？顾承泽松口了吗？他开始怀疑我了，尤其是那个老头的事。怕什么？我们又不知道他是顾长河。再说，就算他真是顾长河，打都打了，他还能把我们怎么样？你给我闭嘴！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打人，是怎么让顾承泽继续娶婉柔。孕检报告呢？明天能拿到。订婚宴上，我先告诉承泽，他要是不签协议，我就当众说他不要孩子。这招狠！顾家那么大的门面，总不能让未来孙子没名没分吧？只要协议签了，房子、彩礼、股份就都到手。至于孩子，以后再想办法圆。对，先拿到东西再说。女人要是不为自己算计，迟早被婆家吃干抹净。家运计划已确认，林家准备订婚宴逼宫。他们不是来结亲，是来分家产。订婚宴名单扩大，集团高层、法务、人事、采购、机场证人全都请来。
我要一份孕检报告，时间写成5周，名字、身份证都按这个来。林小姐，这种东西风险很大。风险？你们给人开这种报告，不就是收钱办事吗？钱不够，我可以加。下午来拿。记住，要像真的，别给我弄得一眼假。报告下午到手，订婚宴上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拿出来，到时候顾承泽不签也得签。她连怀孕都敢造假。承泽，你现在明白了吗？有些人不是一时糊涂，他每一步都算好了。我以为他只是家里人头，我以为他夹在中间也很为难。真正为难的人会阻止家人作恶，他没有，他只是怕家人动作太粗，坏了他的局。爸，订婚宴还办吗？办，而且要办大。他们想要房子、股份、彩礼、采购部，我们就让所有人都听见。我想亲自问他最后一次，如果他肯说实话，可以，但你记住，给机会不等于继续被骗。订婚宴前你可以见他，问你想问的，但不要暴露我们手里的证据。顾总，订婚宴现场已经安排好，所有公共区域监控、音频记录、投屏设备、法务人员都会到位，只等林家自己开口。好，那就让他们说个够。这下稳了，顾家有头有脸，绝不敢让你肚子里的孩子没名分。顾承泽今天看我的眼神不对，他好像真的在查我们。查就查，他查到什么？咱们又没拿到钱，等协议签了，钱到手了，他们顾家想反悔都来不及。妈，那个老头真要是顾长河怎么办？就算是又怎么样？你是顾承泽喜欢的人，顾长河再厉害也不能不让儿子结婚吧？哼！再说订婚宴上你一说怀孕，他敢当众不认？对，只要顾承泽认了，我就赢了。明晚订婚宴，我会给你一个正式答复。他还是舍不得我。女人啊，就得会抓男人的软肋。希望你明晚别让我失望到最后。顾董，明晚订婚宴，集团高层、法务、采购部、人事部都已安排，机场乘客证人也联系到了，医院伤情报告、航班监控、机场监控都已固定，私人诊所那边也有录音和转账记录。爸，这样会不会闹得太大？你现在还想给他留体面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自己太蠢。人年轻时看错人不丢脸，看错了还不肯认才丢脸。你明天要做的不是替我出气，是亲手把你自己从这段骗局里拽出来。林家那边已经请了律师，据说他们准备在宴会上逼顾总签婚前赠与协议。好，他们准备的越齐，我们收网越省事。3亿彩礼，别墅单独赠与林婉柔，长河集团5%股份赠与，林耀祖入职采购部副总，顾长河不得干涉婚后生活。林先生，这几条要求比较重，顾家未必会签。他不签也得签，我女儿肚子里可是顾家的种。明天我就要当着全场高管的面儿，让他们知道我是谁。以后采购部谁敢不给我面子？婉柔，明天你一定要哭得真一点，你一哭，顾承泽就软了。放心，我知道怎么让他心疼。明天之后，我们林家就不是现在的林家了。耀祖进集团，婉柔拿股份，以后谁还敢看不起我？等我当了采购副总，谁不孝敬我，我就让谁滚蛋。先把明天过了，只要协议签了，顾家就跑不掉。顾董，主桌已经按您的吩咐安排，林家人那边也安排在第一排。今晚所有公共区域监控正常吗？
正常。音频也按会议级别记录。顾董，林家还不知道您会来，他们以为您还在医院。他们不是嫌我这个老头碍眼吗？那我就亲自来看看，他们到底准备怎么进顾家的门。姐，那个飞机上的老头怎么在这儿？哼，怕什么？顾承泽都答应订婚了，一个老头还能翻天？记住，今天最重要的是协议，谁挡路，谁就是跟我们林家过不去。林家人来了。老头，今晚你敢乱说一句，我让你连医院都回不去。你这句话我也记下了。承泽啊，订婚是大事，既然两家要结亲，有些东西就要提前写清楚。这不是不信任你，是给婉柔一个保障。什么保障？婚前赠与协议：第一，顾先生向林小姐支付订婚彩礼3亿元；第二，江城云顶别墅单独赠与林小姐；第三，长和集团5%股权于婚前转让给林小姐；第四，林耀祖先生入职长和集团采购部，担任副总经理；第五，顾长和先生不得干涉顾先生与林小姐婚后生活。我父亲不得干涉。对呀，你爸早就退居幕后了。你们年轻人过日子，老人掺和太多不好。实在不行，你给他在国外买个房子，送去清静养老。姐夫，我进采购部也不是为了自己，我是自己人，帮你管钱肯定比外人靠谱。你会管采购？进去学呗。我姐都是未来顾太太了，我还从基层干起，那不是打我姐的脸吗？承泽，你别怪我爸妈，他们只是怕我嫁进顾家受委屈。我不是图你的钱，我只是想要安全感。3亿彩礼是安全感，集团5%股份也是安全感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这些东西对你来说不算什么，可对我来说，是你愿意保护我的证明。如果我不签呢？那是不是说明你根本没想娶我？顾承泽，我跟你在一起从来没主动要过什么，可我爸妈养我这么大，他们替我要一个体面，有错吗？女儿啊，你还没嫁过去呢，就开始替男人说话。我们养你这么大，难道不值3亿吗？顾总，你们顾家这么大的产业，拿出一点诚意，不应该吗？顾董，协议已经扫描，彩礼、房产、股份、采购部，还有限制您干涉婚后生活，全都写进去了。还没进门就先要把我这个老头送走，他们不是来结亲，是来分家产。要不要现在让顾总摊牌？不急，协议只是贪心，假运检才是逼宫。等林婉柔自己拿出来。这些条件，等订婚宴正式开始后，当着所有人谈。这才对嘛，一家人就该大大方方谈。那就让他们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话说尽。姐，等会儿你哭狠一点，顾承泽肯定签。婉柔啊，这才叫豪门。你以后嫁进来，可不能让顾承泽轻易拿捏你。这地方以后也该有你一半。姐，等我进了采购部，也要在这种地方办生日宴，到时候把以前看不起我的人都叫来。先拿股份，只要股份到手，以后顾家就不敢小看咱们。怎么又是你，老头，你还真敢来啊？我为什么不能来？这里是我姐和顾承泽的订婚宴，你一个碰瓷老头混进来想干什么？别以为认识几个顾家远亲就能在这儿摆谱。耀祖，别闹，老人家能进来应该也是顾家亲戚，今天场合重要，别让承泽难堪。老人家，之前机场的事儿可能有误会，今天是我和承泽的大日子，希望您别把私人情绪带进来。我被你弟弟打进医院，在你眼里只是私人情绪。你坐这儿干什么？这是主桌，你一个远房穷亲戚，坐后面去。谁告诉你我是远房亲戚？不是远房亲戚，难不成你还是顾家老爷子？顾家真正说话的人是顾承泽，你别仗着年纪大就想占位置。老人家要懂规矩，今天是我们林家和顾家谈亲事，
你如果是顾家长辈，就该祝福，不该添乱。如果我不同意这门婚事呢？你不同意，你算老几？我姐和顾晨子订婚，轮得到你说不同意？顾家的门当然轮得到顾家人说。少拿顾家人吓唬我！你要是真能做主，怎么还穿得跟看门大爷似的？老人家，你要是真为顾家好，就别闹。等订婚结束，我可以让程泽给您包个红包。你倒是很会安排。我现在出去。顾总，顾董说再等等。顾董要看的不只是他们怎么对他，还要看林婉柔会不会阻止。老人家，我知道您对我有误会，但今天是我和程泽的大日子。顾总，现在您看清了吗？还差最后一次。您还想给他机会？不是给他机会，是给我自己一个死心的理由。老头，想做主桌，先给我姐敬酒赔礼。这林家弟弟也太没教养了，顾家怎么会和这种人结亲？老头，我姐今天订婚，你在飞机上碰瓷儿，在机场装董事长，现在又跑来主桌闹事儿，你要是真有点脸，就给我姐敬杯酒，道个歉。我给她道歉。对，你吓到我姐了，害得我姐一路上心情不好，你不该赔礼。那你把我打进医院，又该怎么算？你少血口喷人！你自己摔的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么大年纪了，摔一下就赖别人，丢不丢人？老人家，做人要识相。今天是喜事，我们不想追究你碰瓷，你也别揪着一点小误会不放。小误会。老人家，我弟弟脾气冲，但他不是坏人。您年纪大了，我们也不想跟您计较。这样吧，您给我家人道个歉，今天的事儿就算过去。你这话倒是说得很体面。林婉柔，我问你一句，机场里你亲眼看见你弟弟动手了吗？当时太乱了，我没看清。飞机上你亲耳听见你弟弟威胁乘客了吗？他只是嘴上没分寸。登机口你母亲骂我碰瓷，你也没听见？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？我只是想好好订婚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大，您就不能体谅一下我吗？我女儿都哭了，老头你还想怎么样？你再逼我姐试试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还想动手？你以为我不敢？耀祖，别冲动。算你走运。我走不走运，不由你说；你该不该倒霉，也不由你逃。诸位也看到了，我们林家诚心来谈亲事，可顾家这个长辈一直纠缠小辈之间的误会。这样的人，如果真掺和进儿女婚姻里，以后日子怎么过？我女儿还没嫁呢，就被顾家老人这么欺负，这要是嫁过去，还有活路吗？只要程泽相信我，我什么委屈都能受。你觉得顾承泽会一直相信你？我和程泽之间的感情，不是您几句话能挑拨的。顾家真正说话的人是程泽，不是你这个老东西。顾总，把婉柔叫到休息室，我最后问她一次。程泽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刚才那个老人一直为难我，我真的好害怕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讨厌我。婉柔，我问你，如果没有3亿彩礼，没有别墅，没有股份，你还愿意嫁给我吗？当然愿意，我爱的是你，不是顾家的钱。如果你弟弟不能进集团，如果你爸妈不能住进顾家别墅，如果我父亲仍然住在顾家，而且可以干涉我的婚姻，你还愿意吗？程泽，你为什么要这么问？我当然愿意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尊重我的家人。我爸妈养我不容易，我弟弟也只是想有个好前途。那如果他们做错事呢？如果他们伤害了我父亲？他们不会的，就算有误会，他们也是无心的。程泽，你不能因为一个外人否定我的家人。
那个老人不是外人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先出去准备，等会儿宴会上我会给你答复。程泽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妈，程泽刚才试探我，问我没彩礼、没股份，还嫁不嫁？你怎么说？我当然说愿意，现在不能跟他硬顶。等会儿上台，我先拿孕检报告逼他，他要敢不签，我就哭给所有人看。顾家这种豪门最怕名声坏。对，就这么办。那个老头呢？一个顾家远亲而已，烦得要死。要不是今晚场合大，我真想让耀祖把他赶出去。顾承德这种没妈的男人最好拿捏，只要我装温柔，他就离不开我。等我嫁进去，第一件事就是让顾承泽把那个老头送走。顾家只能有一个女主人，以后长河集团也得有我们林家一份。爸，我听见了。听见什么了？他说我没妈，最好拿捏。他说嫁进顾家后要把您送走。他说长河集团要有林家一份。疼吗？疼，但也清醒了。疼就记住，以后看人不要只看他对你笑，还要看他怎么对那些他觉得没用的人。爸，收网吧。顾董，所有证据已经准备好，航班监控、机场录像、医院鉴定、家庭群记录、假孕检转账、林耀祖伪造学历和供应商聊天都在。那就开始吧。林家想进顾家的门，今晚我就让他们看看门槛在哪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新人入场。承泽，我有件事想当着所有人告诉你。今天是顾承泽先生与林婉柔小姐订婚的大喜日子，在交换戒指之前，双方家人也有几句话要说。承泽啊，我们林家不是卖女儿，但是女儿嫁进顾家总得有个保障。3亿彩礼，云顶别墅写婉柔名字，长河集团5%股份，这些不是贪财，是诚意。3亿彩礼，还要集团股份，这还不是卖女儿？我女儿这么漂亮，嫁进顾家是给顾家添福。再说了，耀祖以后就是顾家小舅子，让他进采购部做副总，也是帮顾家自己人管钱。姐夫，以后采购部交给我，你放心，谁听话我用谁，谁不给面子我就让谁滚。采购部是让你管理供应商，不是让你立山头。承泽，你别这样，我爸妈只是怕我受委屈，他们提这些条件也是为了我好。那你呢？这些条件也是你的意思吗？我爱的是你，不是钱。可是承泽，我一个女孩子嫁进豪门，总要有安全感。3亿彩礼，别墅单独赠与，集团5%股份，林耀祖任采购副总。婚后，我父亲不得干涉我们的生活。婉柔，你也觉得我父亲应该被排除在我的生活之外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希望我们婚后能有自己的空间。承泽，我想嫁的是你，不是你爸。如果我不签呢？你不签就是不爱我，你宁愿相信一个一直针对我的老人，也不愿意给我保障吗？那个老人怎么针对你？他从飞机上就一直为难我们，我弟弟只是年轻冲动，他却抓着不放。承泽，他就是看不起我，想阻止我嫁进顾家。老头，你听见没？我姐肚量大，不跟你计较。你再敢搅局，别怪我真不客气。你已经不客气过一次了。承泽，我本来想订婚后再告诉你，可是现在我不能不用说了。什么？我怀孕了，5周，我肚子里是你的孩子。
顾承泽，我女儿肚子里可是你顾家的骨肉，今天你不签协议，就是不认他们母子。顾家这么有头有脸，总不能让未来孙子没名没分吧？老头，看见没？我姐肚子里有顾家的种，你现在还敢说不同意？林婉柔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这份报告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承泽，你难道连我们的孩子都不认吗？爸，可以收网了。你叫他什么？他是我父亲，长河集团创始人顾长河。不可能，顾董怎么可能是这个穿旧衣服的老头？我穿什么不影响我是顾长河，你们穿金戴银也不影响你们没教养。顾总，顾叔叔，我真的不知道是您，我要是知道，我一定会拦着耀祖。所以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发现自己欺负错了人。局长是，你别再打他了，这也太狠了吧！打老人还敢来订婚，刚才还让人家道歉，断章取义，是他先挑衅我的，我只是气不过。我全程在场，顾董没有挑衅，是你们一家先撞人辱骂，还拿长河集团威胁别人，你还威胁我说要让我丢工作。机场里也是我们报的警，老人被打倒后，他们一家想走。叶家公，误会都是误会啊！我们真不知道您是顾董，耀祖就是年轻冲动，不是故意的。不知道我是顾董，所以就可以骂我碰瓷；不知道我是顾董，所以就可以把我打进医院。如果我只是个普通老人，你们是不是连这一声误会都不会说？顾董，事情闹成这样，大家都不好看。但婉柔和承泽毕竟有感情，我们两家马上就是亲家，没必要为了小辈几句冲突把婚事毁了。亲家，这就是你们想当亲家的诚意？3亿彩礼，别墅单独赠与，集团5%股份，林耀祖任采购副总。婚后我不得干涉他们生活。你们不是嫁女儿，你们是拿着婚事来分顾家的家产。顾董，这协议是律师写的重了些，咱们可以改。不用改，因为这婚从你们一家在飞机上欺负普通人的时候就已经不可能了。承泽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你爸，如果我知道，我一定会阻止他们。你相信我，我是真的爱你。你爱的是我，还是顾太太这个位置？我爱你，我还怀着你的孩子。那我们现在就说说这个孩子。这份报告是你开的？假怀孕？拿假孩子逼婚？这也太毒了！你胡说！我女儿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顾家有钱，你们肯定串通好了。我要一份孕检报告，时间写成5周，钱不是问题，关键是要能骗过顾家。你刚才说这份报告是真的，现在还要继续说吗？承泽，我错了，我只是太怕失去你了，我是因为爱你才一时糊涂。你爱我，所以伪造孩子；你爱我，所以逼我转股份。林婉柔，
你们家的爱真贵。既然林小姐的报告说完了，接下来说说林耀祖先生。关我什么事？等我进采购部以后，长河的单子少不了你们。等我姐嫁进来，第一个开了你。林耀祖先生提交的学历材料经核验为虚假材料，他多次以顾未来亲属身份向人事部施压。他在未入职前已经私下接触供应商，并以未来采购副总身份暗示对方给好处。我吹牛不行吗？不就是2万块见面礼吗？我又没真进采购部。你没进去，是因为我们拦住了，不是因为你不想做。我姐马上就是顾太太，我进自己姐夫家公司怎么了？一家人还讲那么多规矩，你们顾家是不是看不起我们普通人？普通人不会拿假学历进高管岗位，普通人不会收供应商茶水费，普通人更不会把老人打进医院后还让老人赔礼道歉。程泽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彩礼不要，房子不要，股份也不要，我只要你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你现在不要，是因为你要不到了。如果我爸不是顾长河，如果机场没有监控，如果我没有听见你在洗手间说的话，你会不要吗？你不是悔过，你是输不起。家庭群，彩礼必须3亿，少1分都不行。股份要拿，房子也要拿。等我进采购部，供应商都得给我好处。程泽心软，我哭一哭，他肯定签。他没妈最怕被人抛下，只要我装温柔，他离不开我。婚后先把顾长河送走，顾家只能有一个女主人。林婉柔，这就是你说的爱我。程泽，不是这样的，那些都是我一时气话，我真的爱过你。你说我没妈，最好拿捏。你说只要装温柔我就离不开你。你说婚后要把我爸送走。林婉柔，你爱的不是我，你爱的是顾太太这个位置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可是我也是被家里逼的。我爸妈让我争，我弟弟也要靠我，我没有办法。姐，你别把锅甩家里啊！假孕检不是你自己去办的吗？逼顾承泽签协议，不也是你出的主意吗？婉柔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妈还不是为了你好？你不嫁进顾家，耀祖怎么办？咱们家怎么办？你们一家最大的默契就是占便宜时一起上，出事时互相推。顾董，事情已经说开了，年轻人犯错改了就好。婉柔和承泽毕竟有感情，我们两家没必要闹到这个地步。没必要。你们设计假孕检逼婚，拿婚前协议分家产，让儿子伪造学历进采购部，还想把我送去国外养老。现在你跟我说没必要，我们可以不要彩礼了，股份也可以不谈，只要婚事照办。婚事取消，从今天起，我和林婉柔没有任何关系。承泽，别叫我，我嫌脏。顾家欺负人啊！有钱就能这样羞辱我们普通人吗？我女儿清清白白跟了你半年，现在你说不要就不要。清清白白，你们给他安排的假报告还需要我再放一遍吗？林耀祖涉嫌机场伤人，伪造资料，冒用未来亲属身份威胁集团员工，并涉及供应商转账问题。相关材料已经移交，请配合调查。不，我不去！姐，你快救我啊！你不是说顾承泽离不开你吗？你不是说只要你哭，他什么都会答应吗？承泽，求你了，
你让他们放过耀祖吧，他还年轻，他不能进去。我父亲被他打进医院时，他也不老。都怪你林婉柔，要不是你非要嫁豪门，我会摊上这些事儿吗？贾孕检是你办的，协议也是你要逼他签的，现在凭什么只抓我？报告是婉柔自己办的，耀祖收钱我也不知道。婉柔，你快跟顾总认错啊！妈养你这么大，不就是指望你嫁进顾家吗？顾家不欺普通人，但顾家也不会纵恶人。爸，对不起，是我差点把狼带进家。看错人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看错了还不肯醒。顾家不让我们好过，那我们就开直播，让全网看看豪门怎么欺负普通人。现在怎么办？耀祖被带走了，婉柔婚也没了，咱们家完了！完不了，顾家有钱有势，最怕名声。他们不是说我们骗婚吗？那我们就说他们豪门欺负普通人。爸，刚才那证据都放出来了，直播有用吗？你懂什么？网上的人不会看完整证据，他们只看谁哭得惨，谁就像受害者。大家评评理啊！豪门顾家欺负我们普通人啊！我女儿和顾家少爷谈了半年，今天订婚宴上，他们说退婚就退婚，还当着那么多人羞辱我们，把我儿子也带走了。我们林家只是普通家庭，女儿嫁入豪门，父母想要一点保障，有错吗？顾家看不起我们穷，就把我们说成骗婚，这世道，穷人就不能给女儿要体面了吗？真的假的？豪门退婚，女方看着好惨，有钱人最会压普通人了。我女儿还说自己怀孕了，他们连孩子都不认啊！哭！你要是不哭，耀祖就真完了。我只是爱承泽，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对我。秦秘书，要不要立刻压热度？他们现在把自己包装成普通人被豪门欺负，舆论很容易反过来。顾董怎么说？证据都整理好了，机场监控、航班证人、伤情鉴定、假孕鉴单、诊所录音、家庭群截图、婚前赠与协议、林耀祖伪造学历和供应商转账，全在这里。顾董，林家开直播了。不压，让他们说，说的越多，后面打脸越响。明白。长河集团不靠权势压人，也不替恶人背锅，证据公开，顺序放。第一段先放机场监控。发声明，标题不用客气。用什么？就叫关于林家直播中不实言论的说明。他们顾家有钱啊，我们斗不过，大家帮我们转发，让他们给普通人一个公道。长河集团发声明了，机场监控出来了。卧槽，林家弟弟真动手打老人了，那老人就是顾长河本人。这叫普通人，这是恶人吧？打老人还卖惨，刚才说怀孕，真的假的？顾家快放后续。别关，关了就是心虚。我要一份孕检报告，时间写成5周，钱不是问题，关键是要能骗过顾家。假怀孕逼婚，林家还敢直播卖惨，连成一片，连成大完片啊！了。顾董，舆论已经彻底反转，机场乘客、空乘、酒店宾客都在网上作证，林家直播卖惨失败，
现在全网都在骂他们。林耀祖那边呢？机场伤人证据明确，伪造学历、威胁人事、供应商转账，也都已经整理成材料，警方和相关部门都在进一步核实。别添油加醋，证据是什么就交什么。长河集团可以追责，但不能借势无人。爸，我明白，我们不能变成他们那种人。记住这个感觉，你现在恨他们很正常，但越恨越要按规矩办，否则你手里的权力就会变成另一个林耀祖。我会亲自定后续。还有一件事，昨晚直播后有不少网友提供线索，林母过去疑似碰瓷过商户，林耀祖曾经打伤同学，林德海也有几笔借款纠纷。整理线索，让受害者自己决定要不要站出来。顾家只提供法律帮助，不替他们做决定。林小姐，请问贾云姐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贾云姐，南港云姐，林先生，婚前赠与协议里要求3亿彩礼和集团股份，是您提出的吗？林女士，您为什么在直播里说顾家不认孩子？别拍了，都是顾家买通你们的。王桂兰，你还记得我吗？3年前你在我店门口假摔，讹了我2万块，我当时没监控，只能认栽。你现在还敢说自己是普通人？你胡说，我不认识你。林耀祖当年打伤我儿子，你们家赔了3000块，就逼我们别报警。现在终于轮到你们被查了，你们都被顾家收买了，我们林家才是被欺负的。机场伤人事实清楚，伪造学历材料，人事部已经提交证据，供应商转账记录也已经进入调查基程。你有什么要说明的？我就是想进公司，我没想真的害人。那个茶水费是供应商主动给我的，我还没正式入职呢，不算吧？是否构成违法违规，不由你说了算。另外，你对顾长河先生实施攻击的行为有多名证人和监控记录。那是误会，我要是知道他是顾长河，我肯定不会动手。所以，如果他不是顾长河，你就可以动手。你姐姐林婉柔是否参与假孕检和婚前赠与协议设计？我姐当然参与了，假孕检就是她自己去办的。他还说顾承泽心软，只要哭一哭，他什么都会答应。你们不能只查我。婉柔，你再去求求顾承泽，他以前最吃你这一套。你哭一哭，说你是被家里逼的，只要他愿意出面，耀祖就还有救。妈，你还让我哭？不哭怎么办？你弟可是你亲弟弟。你们让我哭着要彩礼，哭着要股份，哭着拿假报告逼婚。妈，我到底是你女儿还是你们林家的工具？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妈还不是为了你好，不是为了我。是为了耀祖，是为了你们能靠我换钱、换房、换顾家资源。谢谢你愿意见我。你有10分钟。你以前不会这么对我的。以前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。我知道我错了。可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害你，我只是太害怕了。我怕嫁进顾家后没有底气，我怕我爸妈说我没用，我怕你以后不要我。所以你就伪造怀孕报告，所以你就纵容你弟弟打我父亲，所以你就和家人商量怎么把我爸送走，所以你说我没妈最好拿捏。那是气话，我当时只是压力太大。人在压力大的时候也会暴露真心。不是的，我是真的喜欢过你。只是我家人太贪了，我是被他们拖累的。不，你不是被拖累，你是同伙。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飞机上，我爸被你弟弟羞辱时你在场；机场里他被推倒时你在场；订婚宴上，你拿假孕检逼我签字时你也在场。每一步你都不是旁观者，你只是没有亲自动手。我弟弟被查，我爸妈被骂，我的名声也毁了，你就不能看在我们半年感情上放我一条路吗？放你一条路？你们有没有想过放我爸一条路？有没有想过放机场那个替我爸说话的乘客一条路？有没有想过放那些被你妈碰瓷、被你弟欺负过的人一条路？该承担的责任你们去承担，该赔的赔，该查的查。顾家不会报复你，顾家也不会救你。那我们之间呢？没有我们之间了。承泽，我真的喜欢过你。你喜欢过我，但你更喜欢我能给你的东西。见完了，心软了吗？差一点。他哭的时候，我还是想起以前，但我一想到他说我没妈，最好拿捏，我就清醒了。感情里最怕的不是被骗，是你明明知道被骗，还舍不得醒。爸，
我以后不会了。别把话说太满，人这一辈子总会看错几个人，重要的是看错后能不能止损。爸，我想去基层项目待一段时间，采购、人事、法务、风控，我都想重新过一遍。这次如果不是您，我连身边人都看不清，我不配直接坐在总裁位置上。好，从基层重新学，不是为了惩罚你，是为了让你知道顾家的门不只是对外人有门槛，对自己人也一样。顾总，还有一件事，林婉柔那份假孕检背后的私人诊所，不止给她开过这种证明，他们给很多豪门婚恋局都开过假材料。也就是说，还有别人被他们害过？是，那就查，一个假证明也不能让他继续害人。顾董，这家诊所不止给林婉柔开过假孕检，过去2年，他们给多起婚恋纠纷、财产争议、遗产继承案都开过类似证明，有些是虚假的孕检报告，有些是夸大病情证明，还有几份疑似配合骗婚、逼婚、争财产。林婉柔也是从这条线上找的人？是。他先联系的是一个中介，中介叫赵海，专门介绍所谓特殊证明。另外，他和林德海有过多次联系，不只是这次假孕检，婚前赠与协议里的几条陷阱条款，也和他介绍的律师有关。所以林家不是临时起意，他们从一开始就想把婚事做成局。坏人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坏人有一套熟练流程，他们知道怎么装弱者，怎么利用舆论，怎么用假证据逼人低头。这不是一场婚事，这是一次有预谋的勒索。爸，我想亲自去查这条线。可以，但不是用顾家少爷的身份压人，你去法务基层，跟着他们按流程查。我去。顾总，不，顾专员，这是诊所案的初步证据链，我们现在要做3件事儿：第一，固定林婉柔转账和报告来源；第二，找到中介赵海；第三，联系过去被类似证明坑过的人。我配合。顾董说了，这次顾总不准只听汇报，每一份证据都要自己看，每一个流程都要自己走。我知道。这次是我识人不清，我不能只让别人替我收拾烂摊子。那就从这个开始。第一位受害者王女士，她儿子曾被女方用假怀孕报告逼婚，后来转走一套婚房，案子拖了3年。3年？是，对方当初也说是男方家仗势欺负普通女孩，舆论压得王家不敢反驳，网上全在骂我们，说我们骗婚，说耀族打老人，说我碰瓷，这群人懂什么呀？他们就是被顾家买通了。闭嘴！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耀族。只要能证明顾家是故意针对我们，耀族还有机会清判。怎么证明？赵海说了，他手里还有几份材料，只要我们咬死是假证明，是诊所骗我们开的，咬死你以为自己真怀孕，顾家就不能说我们骗婚。对，我们也是受害者。可我给医生转钱的录音已经被放出来了，就说你被中介误导，说你太爱顾承泽，太想留下孩子才被人骗，网上总有人会同情你。爸，我们还要继续假吗？不继续假，你弟就真的完了。钱带了吗？东西呢？复查记录，上面会写林小姐当时检测异常，有误判可能。病症咬死自己也是被诊所误导，她以为自己真怀孕，所以才在订婚宴上情绪失控。这不还是假的？姑娘，你现在还讲真假？你要讲真，订婚宴上就该承认报告是假。现在想翻身，就得继续演。只要能救我儿子，别的都不重要。爸，我们已经错了一次了。错？真正的错是你没嫁进顾家。你要是早把顾承泽拿下，耀柱会被查吗？我们会被人堵着骂吗？这份真报告多少钱？你们跟踪我？不是跟踪，是依法取证。你主动约林家来买第2份假材料，我们只是把流程走完整。不用藏，刚才你们说的话已经录下来了。赵海说让你们咬死误判，你说只要能救林耀祖，真假不重要。林叔叔，你们还准备说自己是受害者吗？承泽，我不是想继续骗你，是我爸带我来的。我刚才还问他，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假？你问了，但你没有走。林婉柔，这就是区别。
程泽，我不是想继续骗你。这份复查记录也是伪造的，日期、医生签名、检查编号都对不上。赵海手里应该不止这一条线。顾董说了，继续查，但不要只查林家，重点查赵海背后的诊所、律师、中介和受害者。我明白，林家只是用了这条链，真正可怕的是，这条链已经害过很多人。第一位愿意站出来的受害者王女士，她儿子3年前被假孕检逼婚，过户了一套婚房，后来发现报告是假的，可对方咬死是赠与，案子拖到现在。安排采访，他愿意说，我们就保护他说；他不愿意说，我们也不能逼。这次，不能再让真正的受害者被哭声盖住。我儿子当年也被一份假孕检毁了半辈子。王女士，您确定要公开说吗？确定。3年前我儿子谈了个女朋友，对方突然说怀孕了，拿出一份报告，他家说不给婚房就是不负责。网上也骂我儿子始乱终弃，骂我们家仗势欺负普通女孩。后来呢？我们怕事情闹大，我儿子也心软，就把婚房过户了。后来才发现报告是假的，可房子已经转出去了。对方说那是自愿赠与，说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他骗婚。我儿子从那以后整个人都垮了，他不敢再谈恋爱，也不敢再相信人。我今天站出来不是为了顾家，我是想告诉大家，哭得最大声的人不一定就是受害者，证据才是真相。顾董说的对，这不是一家的事儿，是一条链。顾专员，目前已经有11位疑似受害者联系过来，其中5份证明出自同一家私人诊所，还有3份婚前协议来自同一个律师团队。赵海就是中间介绍人。这些人当初为什么没有继续追究？怕丢人，怕舆论，也怕钱花光了，官司还打不赢，更怕别人说他们欺负女人，欺负普通人。豪门欺负普通人，女儿怀孕还被退婚。整理所有线索，能依法提交的提交，不能公开的保护隐私。还有，联系王女士，她儿子的案子，长河可以提供法务援助。顾总，这是额外成本，长河不缺这点钱，我差点成为下一个受害者。现在我有能力，就不能装看不见。你还看这个干什么？他就是被顾家找出来害我们的。婉柔，你赶紧再去求顾承泽。你哭一哭，说自己也是被赵海骗了，只要顾承泽肯松口，药主就还有救。妈，你还让我哭？以前你让我哭着要彩礼，哭着要房子，哭着拿假报告逼婚，现在又让我哭着救药组，你们到底把我当什么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和你爸还不是为了你好，你要是真嫁进顾家，不就什么都有了？可我差点把自己变成骗子。不，我已经是骗子。你别胡说，你要是真认了，你弟就完了。去哪儿？去把我做过的事说清楚，去承认我不是被拖累，我也是坏人。你疯了！你要是认了药成，就真的没救了。林婉柔，你确定要主动补充说明？确定。从假孕检报告开始说。报告是假的，钱是我转的。一开始我妈说女人嫁豪门不能空手，后来我爸找了赵海，赵海说只要我拿出报告，顾家为了面子就会认。我知道那是假的，但我还是做了。婚前赠与协议呢？我知道，3亿彩礼、别墅、股份我都知道。林药组要进采购部，我也默认了，因为我以为只要我嫁进去，这些以后都会慢慢变成林家的东西。机场事件，你是否看见林耀祖动手？看见了，我看见他推倒顾长河，也看见他踹人，我没有阻止，因为那时我以为那个老人只是普通人，我怕他闹起来影响我和顾承泽订婚。为什么现在愿意说？因为我以前一直说自己是被家里逼的，可每一步我都可以停，我没有，所以我不是无辜的，我也是参与者。顾总，林婉柔主动补充说明了，她承认假孕检、婚前协议、机场旁观以及林家内部商量逼婚的细节。她还说不求顾家原谅，只愿意配合调查。顾总，要不要见他？不用，他认不认改变不了结果，我也不需要他再给我一个解释。顾董说这是好事儿，一个人能认错，至少说明还没烂到底。可有些路认错也不能回头。赵海的线继续查，
诊所、律师、中介一个都不能漏。还有集团内部供应商那边，我也想查一遍。林耀祖还没进采购部，就已经收了供应商茶水费，这说明供应商知道只要有关系就能找门路。如果长河内部没有漏洞，他一个外人不会这么快摸到门。顾董也有这个意思，从采购部开始查高管亲属供应商。你这个没良心的！你弟弟被查，你还去认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？你知道你这一认，我们林家就完了吗？林家不是我认才完的，是你们从一开始就把他推到这一步的。你还敢顶嘴？妈，你说我没良心，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也差点把一辈子搭进去。为了耀祖的副总，为了你们的别墅，为了林家的脸面，你们让我去骗一个真心喜欢过我的人，我也骗了，所以我活该落到今天，但我不想再骗下去了。你要是离开这个家，以后就别回来。好，我不回了。曾经林婉柔以为嫁进顾家就能摆脱贫穷和原生家庭，现在林婉柔终于明白，真正该摆脱的不是贫穷，是贪婪。顾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高管亲属供应商全面复查，采购、人事、法务3线联审。您这是要把我们跟着集团打江山的老陈全都当贼查吗？赵副总，不是查老陈，是查流程。流程？我跟着顾董2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现在就因为您谈了个不靠谱的女朋友，差点让外人钻了空子，就拿我们这些老人开刀。顾总，您不能把自己的感情教训变成集团内部清算吧？我确实看错了人，所以我更清楚，私人关系如果不受约束，会给集团带来多大风险。林耀祖还没进采购部，就已经敢收供应商的钱。如果集团内部没有人习惯走关系，外人不会这么快找到门路。顾总这话是在怀疑我们。合规的不怕复合，怕复合的才需要解释。顾董，您也这么看我？当年集团最难的时候，我陪您跑客户、蹲工地，喝到胃出血。现在程泽年轻，一纸公告就要查我亲戚的公司，您不拦一拦？启明，你跟我20年，我记得。你为集团立过功，我也记得。但功劳不是免检证，更不是你拿集团订单为亲戚的理由。顾董，我没有。资料。这就是为什么要复合。林耀祖还没进采购部，就想着捞好处，可集团里有些人早就进来。启盛材料虽然是我侄子的公司，但它供货稳定，报价高一点是因为质量好，交付快。采购不能只看价格。我同意，所以我让采购部查了质量报告、交付记录、售后投诉和竞标评分。顾承泽，你这是拿我立威！你别忘了，集团不是你一个人的，没有我们这些老人，你坐得稳这个位置吗？他坐不稳，我可以教，但你若坐歪了，我也能拆。赵副总，启盛材料暂停合作，相关合同进入专项审计，在审计结束前，您暂停采购相关审批权限。今天查我，明天就查他们。顾家父子这是要清洗老人。合规的不动，有问题的整改，碰红线的停。这不是清洗老人，这是清洗漏洞。顾总，还有一件事，林耀祖收到的2万元茶水费转账源头查到了，转账人正是启盛材料的赵鹏。赵副总，现在这件事已经不是亲属供应商复合那么简单了。赵副总，解释一下吧。林耀祖还没进长河集团，为什么你侄子的公司会提前给他转钱？顾总，这事儿你问我？赵鹏是成年人，他给谁转钱是他的事儿，难道我这个当叔叔的还要管他每一笔账？赵鹏已经接受问询，他说是您提醒他，林家可能会成为顾家亲家，让他提前打好关系。我只是随口一提，生意床上维护关系很正常。正常关系需要给一个还没入职的人转茶水费，正常关系需要在他还没通过面试前就承诺以后采购单子。顾总，
启盛材料以前确实经常绕过正常比价流程，几次报价偏高，我们都提过意见。但赵副总说启盛是老合作方，让我们不要卡得太死。你现在出来落井下石？赵副总，我不是落井下石，我是终于敢说实话。顾董，我承认启盛材料有些流程不规范，可集团这么大，哪家公司没有人情往来？我侄子做供应商，我照顾一点，也不算什么大错吧？启明，你跟我20年，你应该知道，当年长河最难的时候，我们靠什么活下来？不是靠关系，是靠质量，靠信誉，靠不坑客户。赵副总，我差点因为私人感情把林耀祖放进采购部，那是我的错。可您让启盛吃了集团3年采购利益，又是什么？顾承泽，你别忘了，我是你父亲的老兄弟，你今天这样查我，是寒老人的心。真正的老人不会拿集团为亲戚，会寒心的是那些也想这么干的人。启盛材料暂停合作，所有相关合同进入专项审计，涉及报价异常、质量投诉、审批压制的问题，交由审计和法务联合处理。赵启明副总暂停采购相关审批权限，配合调查。顾承泽，你这是拿我立威，你是拿我杀鸡儆猴。如果您没有问题，我立不了威；如果您有问题，那不是我拿您立威，是您自己撞上规矩。你们都不说话，今天查我，明天就查你们。顾家父子这是要清洗老人。合规的不动，有问题的整改，碰红线的停。这不是清洗老人，这是清洗漏洞。既然顾家不念旧情，那就别怪我把这些年集团的旧账都抖出去。叔，那江北桥那批材料怎么办？闭嘴！这事儿不许在电话里说。叔，审计的人一直问报价、检测、投诉记录，再查下去启盛就完了。慌什么？不是我慌，是江北桥那批货真有问题啊！电话里别乱说。当初指标不够，是你说工期紧，先供进去，后面补报告。叔，你得保我。启盛能拿长河这么多合同，不都是你签字的吗？你不能让我一个人背吧？顾家父子现在想拿我开刀，那我就让他们知道，长河集团不是他们想洗就能洗干净的。这些年谁没点关系？要死，大家一起死。顾长河、顾承泽，你们要查我，那我就把长河的脸一起撕下来。顾总，这些爆料有真有假，如果我们全部否认，很容易被说成掩盖问题；如果承认，又会影响集团声誉和合作方信心。不全部否认，也不全部承认。按事实说，赵启明想用旧账逼集团放弃审计，那我们就公开审计进度，合规的说明合规，有问题的说明整改，该停合作的停，该追责的追责。顾总，这会伤集团脸面。脸面不是捂出来的，是改出来的。顾家刚教训过林家，不能自己犯同样的错。我立刻准备声明。启明，你爆出来的这些料，有些是真的。长河集团这些年发展太快，确实留下不少漏洞。高管亲属供应商有些合规，有些不合规。过去我退居幕后，对这些问题管得不够严，这是我的责任。从今天起，顾承泽负责整改，整改范围包括所有高管，顾家自己也不例外。顾承泽，如果将来你有亲属、朋友、伴侣想走集团后门，也按制度处理。我接受，但承认集团有漏洞，不代表你可以拿漏洞获利。你报旧账，不是为了集团好，是为了拖所有人下水，让自己逃掉。赵启明，暂停集团副总职务，配合审计和法务调查。启盛材料涉及的问题，该追就追。顾董，我跟了您20年，20年功劳，不是你拿公司为亲戚的理由。顾董，启盛材料不只是报价异常，有一批材料已经用进了江北桥项目，复检结果不太好。从今天起，采购部新增3条规矩：第一，所有供应商必须披露关联关系；第二，高管亲属企业不得直接进入核心项目，必须经过采购、人事、法务3线联审；第三，
任何人打招呼递条子按时放行，全部记录上报。顾总，如果是副总级别的人打招呼呢？照样上报。如果是顾家亲戚呢？更要上报。林耀祖没有进采购部，但如果没有这次事儿，我可能真的会因为私人感情让他进来，这是我的错。我不会让你们替我的错误买单，也不会让任何人的亲戚骑在正常流程上。顾总，基层不是怕查，基层怕的是明知道有问题却没人敢管。以后你们敢管，集团给你们撑腰。人事部也要改，以后所有高管亲属入职必须公开申报，不准空降核心岗位，不准免被调，不准跳过基层考核。顾总，如果有人说这是不给老员工面子呢？集团给老员工面子，但不替老员工养废物亲戚。真正对长河有贡献的人，不需要靠塞亲戚证明自己有面子。林耀祖这份资料，如果不是这次提前发现，按以前的压力，很可能真会被推进采购部。所以这条线必须堵死。顾家的门槛不是只挡外人，自己人想越线也一样挡。顾总，江北桥项目复检报告出来了，启盛材料供货的一批钢材指标不合格，部分已经用进东侧桥端。已经用进去了？是。爸，江北桥是民生项目，如果停工复检，损失会很大；如果拆除重建，损失更大。损失大还是桥塌了损失大？曾泽，你刚说顾家的门槛从自己人开始，那现在就是第一道真门槛。赵启明是老人，启盛是老供应商，江北桥是大项目，可只要材料不合格，就不能装看不见。我明白，怎么做？江北桥即刻停工，所有启盛材料供货批次全部封存，已经使用的部位重新检测，不合格的拆。我立刻通知项目部。顾总，桥还有7天就要验收，现在停工，整个集团都要被骂上热搜。江北桥还有7天验收，现在停工，工期、赔偿、舆论压力全都会压过来，而且前期报告都是合格的。前期报告是谁提供的？启盛材料提供初检，赵副总批示过，说启盛是老合作方，流程可以简化，流程简化到材料不合格都看不见。顾总，桥体已经做了一部分，如果复检结果严重，可能要拆桥墩，那损失至少上千万。钱可以再赚，桥上每天要过成千上万人，这件事儿没得商量。江北桥即刻停工，全部材料封存，第三方检测机构进场，谁再拿工期压质量，直接离场。怎么突然停了？听说材料有问题，这可是桥啊，材料有问题还敢用？顾总，市里那边怎么交代？媒体一来肯定会说我们质量有问题。有问题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发现问题还怕别人知道。把所有原始报告、进料单、验收签字人都调出来，谁签的谁说明。有几批是赵副总直接批的，那就一起查。从现在起，江北桥项目由我亲自盯，质量问题不查清，谁也不准复工。顾总这次是真敢停啊！桥这东西宁愿晚点也不能糊弄。程泽，你这是要逼死我！叔，江北桥停工了，他们要复检全部材料，真查下去，启盛完了，我也完了。慌什么？当初是你说工期紧先用着，后面补报告，现在他们要拆样复检，怎么瞒得住？闭嘴！叔，你得保我。这些年启盛能进长河，不都是你安排的吗？既然顾家父子非要把事情闹大，那就让江北桥停工的锅砸到他们自己头上。民生工程停工，市民不会管材料合不合格，他们只会骂顾承泽无能。顾总，网上已经开始传说江北桥停工是您和赵启明内斗导致的。准备发布会，我亲自说明。要不要先压热度？不压，停工不是内斗，是长河对市民负责。顾总，网上有人爆料江北桥停工是长河集团内部斗争造成的，请问这是真的吗？顾总，网上有人爆料江北桥停工是长河集团内部斗争造成的，请问这是真的吗？不是，江北桥停工是因为第三方复检发现部分材料存在质量异常，这不是内斗，这是对所有经过这座桥的人负责。那是否说明长河集团此前项目管理存在严重漏洞？是，长河集团供应链审核确实存在漏洞，我作为现任负责人，承担整改责任，但我宁愿今天被人骂停工，也不能等将来桥出了事再出来道歉。小伙子，你说的是真的？真是为了查质量才停工？是，江北桥每天会有很多市民经过，我们不能拿大家的安全赌工期。那就查，桥这种东西晚几天没关系。长河集团会公开停工原因、检测进度和整改结果，有问题我们认，该拆我们拆，该追责一分不让。
顾承泽这小子倒是敢认，舆论好像没按我们想的走。敢认有什么用？只要江北桥真查出问题，集团就要赔钱，董事并不会一直护着他。那启胜怎么办？赵鹏那边扛不住，让赵鹏把锅推给下游小厂，就说启胜也是被骗的，再找人补一份报告，证明材料只是轻微偏差。现在还补报告？查得这么严，万一被抓住，不补就等死。这一次不是顾承泽死，就是我死。顾总，我收到一封匿名邮件，内容和江北桥材料有关。如果是真的，赵启明早就知道材料有问题。邮件来源查了吗？匿名，但聊天时间、供货批次都对得上。交给审计和法务，同时通知第三方检测机构，明天对东侧桥团拆样复检。顾总，如果复检结果严重，可能真要拆。那就拆。我现在最怕的不是损失大，是我们明知道有问题，还继续装不知道。顾总，东侧3号球墩样本强度明显不足，继续使用存在安全隐患，建议拆除重建。拆除重建，这得损失多少？工期也要全部重排。拆，顾总，再等等吧，能不能补强？能不能局部修复？这要是拆了，集团损失至少2000万。补强可以建立在安全基础上，不是建立在侥幸上。这座桥不是给报表看的，是给人走的，哪怕拆掉重来，也不能让一根不合格材料留在里面。顾总这次是真查，以前这种事儿谁敢拆啊？董事会那边会有压力。我去解释，但这桥先拆。赵副总，这组聊天里提到江北桥那批材料指标不足，报告由您处理，请解释。匿名邮件也能当证据？顾总，你现在为了整我，连来路不明的东西都敢拿出来。匿名邮件不是最终证据，但它指向了供货批次、报告编号和审批流程，这些都能查。我再问一次，江北桥那批材料，你是否知道指标异常？顾承泽，你太年轻，工程项目里哪有完全不变动的数据？民生工程最怕耽误工期，指标轻微偏差，后期可以补偿。真按你这种查法，所有项目都别干了。所以你知道？我只是知道数据有争议，不代表材料不合格。东侧3号桥墩已经确认强度不足，我们准备拆除重建。你疯了！为了逗我，你要拆一座桥？逼我们拆桥的不是我，是你们把不合格材料供进去了。顾承泽，你这是要逼死我！说桥墩真要拆了，那批货的问题就彻底瞒不住了。你得保我呀！从现在开始，你记住，材料是下游小厂混进去的，启胜也是受害者，我更不知情。可那些聊天记录怎么办？你当时明明说报告你来处理。闭嘴！没有原件就说是伪造，没有完整链路就说是顾承泽为了清洗老人栽赃。说，要是他们查到邮件原件呢？那就让他们查不到。顾总，赵启明删不掉了。江北桥东侧3号桥墩确认存在安全隐患，集团决定拆除重建，所有损失由集团先行承担，再依法向责任方追偿。2300万不是小数，顾总，你确定要承担这么大的舆论和经济压力？我确定，桥如果出了事，损失就不是2300万，是人命，是长河集团几十年的信誉。顾承泽，你别把话说得这么漂亮，说到底你就是为了立威，为了证明你整顿有用，故意把事情闹大，拿我记齐，还要让集团赔2000多万。赵启明，逼我们拆桥的不是我，是启胜材料供了问题货，是你压下了投诉和复检，是你觉得自己跟了长河20年就没人敢查你。顾董，我跟了您20年，就算我有错，也不至于一棍子打死吧？您真要为了这个项目毁了我一辈子？启明，我给过你机会。启胜第一次质量投诉我问过你，你说是客户不懂材料；第二次报价异常我也问过你，你说启胜交付稳定。后来江北桥材料复检被压下，我也给过你解释的机会，可你一次次选择瞒。你跟我20年，你应该最清楚，我最怕的不是亏钱，是有一天长河集团变成一个靠关系、靠遮掩、靠糊弄百姓吃饭的公司，那样的长河不如倒了。赵启明，免去集团副总职务。心疼吗？心疼。2000多万，45天工期，
还有集团声誉，但如果不拆，我一辈子睡不安稳。当老板有时候不是看你能赚多少钱，是看你敢不敢把错的东西拆掉重来。爸，我以前以为顾家的门槛是挡外人的，挡林家那种贪婪的人，现在才知道，真正难挡的是里面的人，熟人、老臣、亲戚、自己人，他们一旦坏起来，比外人更难处理。顾总，赵启明那边还有新情况，他正在让赵鹏统一口径，把所有责任推给下游小厂，但我们拿到了完整邮件备份。那就让他说，他说完，我们再放证据。启盛也是被下游厂家骗了，我本人完全不知情。赵启明先生，您刚才说启盛材料也是被下游小厂欺骗，您本人对此完全不知情？对，我是集团副总，不可能亲自盯每一批材料。如果下游厂家造假，启盛也是受害者。我愿意配合调查，但不能接受栽赃。哼，对，我们也是被骗的。好，那看几封邮件。江北桥那批货强度不够，检测过不了，工期要紧，报告我来协调。万一复检，我在长河20年，谁敢复检？邮件可以伪造。这是集团审计系统里的原始备份，发送时间、服务器记录、附件编号、审批流程全部完整。赵副总，你删不掉。叔，你不是说这些都清干净了吗？闭嘴！经审计，启盛材料存在虚高报价、质量不合格、虚假报告、关联交易未披露等问题。赵启明利用职权为亲属企业提供便利，并多次压下基层投诉。江北桥部分工程需拆除重建，损失将依法向责任方追偿。集团先承担修复责任，不让市民等，不让项目拖，但责任追缴一分不少。赵启明毕竟是老臣，处理太重，会不会让其他老员工寒心？真正的老员工不会因为集团处理蛀虫而寒心，会寒心的是那些也想把集团当自家仓库的人。我当年创业最怕2件事：第一，外人欺负我没根基；第二，自己人靠关系毁掉根基。林家是外面来的狼，赵启明是里面长出的虫，顾家要守门，2个都不能放过。赵启明解除集团职务，启盛材料列入永久黑名单，涉及违法违规部分移交处理。集团内部整改继续推进，不因任何人静停。顾总，新材料全部复检合格，这次所有批次都走了3线审核。继续，以后每个关键节点都要流量复检，不管谁催工期，质量不能让。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从基层学起了？知道，在办公室里材料只是纸，到了现场，材料就是桥，就是人命。这次林家的事儿让我看清婚姻里的贪，赵启明的事儿让我看清公司里的贪，他们本质一样，都是觉得别人不会查，觉得自己能拿。所以以后你要做的就是让所有人知道，顾家会查，顾家敢查，顾家先查自己。顾总，林婉柔递交了一封道歉信，她说不求原谅，只想亲口向你们道歉。可以见，但不是为了原谅，是为了让这件事儿有个了断。林小姐，请秘书让您进去。谢谢。顾董和顾总在会客室，你有10分钟。我知道，我今天不是来求原谅的，最好是。顾叔叔，程泽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来不是求你们帮我，也不是求你们撤案，我只是想亲口道歉。你要道什么歉？机场那天，我看见药组动手，我没有拦。订婚宴上，我拿假报告逼程泽签协议，我也承认
我说程泽没妈好拿捏，说要把您送走。这些话我现在想起来，都觉得自己恶心。以前我总说是家里逼我，是我妈让我哭，是我爸让我争，是我弟弟让我帮他。可后来我才明白，每一步我都可以停，我没有停，所以我不是被拖累，我是同伙。能认识到这一步，说明你还没烂透，但认错不等于抵消后果。我知道，我会承担。程泽，你自己处理。程泽，我以前真的喜欢过你，只是后来我越来越想要顾太太这个身份。我怕错过你，就错过翻身的机会。我怕回到那个家，继续被我爸妈当工具。所以我一步一步把自己变成了最讨厌的人。你喜欢过我，但你更喜欢我能给你的东西。是。那就够了，至少这次你说了实话。那我们还有可能吗？没有。我不会恨你一辈子，但我也不会把你带回我的人生。你道歉是你的事，我不回头是我的事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愿意见我最后一面。程泽，祝你以后遇见真正配得上你的人。顾总，林耀祖、林德海、王桂兰，还有赵启明那边的处理结果都出来了。顾总，外界认为这次整改是因为您的私人感情事件引发，您是否承认自己识人不清，影响了集团？承认。我曾经差点因为私人感情让不合适的人靠近集团核心，这是我的教训。也正因为这个教训，我更清楚，亲属关系、私人关系和公司制度必须隔离。那您怎么看所谓的门当户对？顾家以后会不会只接受同等家世的婚姻对象？以前我也以为门当户对是家世、财富、学历、圈层，但现在我认为不是。真正的门当户对是人品对人品，底线对底线。普通家庭的好姑娘可以进顾家的门，再漂亮、再会装、再有关系的人，如果没有底线，也进不了。这段时间，长河集团出了不少丑事，有人借婚姻算计顾家，有人借老陈身份拿集团喂亲戚，有人为了工期和利益，差点把问题材料用到民生项目里。这些事儿，长河不遮，因为遮住丑事，只会养出更大的祸。第一，任何私人关系不得干预集团流程；第二，任何亲属企业不得绕过审核；第三，任何项目质量问题发现即停，瞒报必追责；第四，顾家直系亲属同样接受利益审查，我顾长河的亲戚一样查，顾承社未来的妻子娘家一样查，集团高管的老朋友一样查。长河集团不怕有人说我们规矩严，怕的是有一天规矩松了，害了普通人。爸，我准备继续在基层待满3个月，采购、人事、项目、法务我都走一遍。等我真正知道每个部门怎么运转，再回总裁办公室。终于不急着当总裁了。以前觉得总裁是权力，现在觉得总裁是责任。签一个字可能影响一个项目，信一个人可能影响一个家，放一个关系户进来可能影响一座桥。这次摔得疼，但摔得值。如果那天您没有坐普通航班，没有遇到林家，我可能真会娶她，可能真会让林耀祖进采购部，可能也不会查出赵启明和江北桥。所以人生有时候很怪，一场看似糟糕的事儿，会逼你看见真正的坑。
谢谢您。别谢我，把长河守好就是谢我。顾总，处理结果出来了。江北桥重建区域全部达标。这就是那个主动停工拆桥的顾总吧？一开始我还骂他折腾，现在想想他是真负责。桥这种东西，宁愿晚点也不能糊弄。这次睡得安稳了？安稳了。顾总，处理结果出来了。林耀祖因机场商人伪造资料及供应商转账问题，已经承担相应责任。林德海、王桂兰参与假证明和逼签协议，也分别接受处理。林婉柔主动说明情况，处理较轻，但个人信用和相关记录已经留下。赵启明和启盛材料的问题，也进入后续追责程序。他们终于都付代价了。不是终于，是迟早。婉柔，你真要走？你弟现在这样，你爸也这样，你不管我们了？我能管什么？以前我想管自己的人生，你们让我嫁豪门，现在豪门没了，你们又让我管耀祖。妈，我已经为这个家撒过太多谎了，我是你妈，所以我不会恨你，但我也不会再被你推着往火坑里走。你离开这个家，以后就别回来。好。程泽，对不起，也祝你以后别再遇见我这样的人。顾总，3个月轮岗已经完成。顾董问您准备什么时候回总裁位置？我准备好了，但我还想加一条制度。什么制度？未来顾家直系婚姻对象如果涉及集团利益，一律提前做利益隔离，不查家世贫富，只查是否存在骗、贪、恶、赌、债。普通家庭不能被歧视，但心术不正的人也不能靠感情进门。这才是真正的门当户对。人品对人品，底线对底线，规矩对规矩。3个月到了，程泽，该重新交给你了。爸，您真的放心？以前不放心，现在放心一半，剩下一半不是对你没信心，是因为人这一辈子诱惑太多。你现在懂规矩，不代表以后不会遇到更难的局，所以别信自己永远清醒，要信制度。我记住了。签吧，长河不是我的，也不完全是你的，它属于所有靠它吃饭的人，也属于那些走过长河修的桥、用过长河产品的普通人。你要对他们负责。顾董，恭喜！别恭喜我，我终于可以安心退休了。爸，您当初为什么非要坐普通航班来见林婉柔？因为人站在高处时看见的东西太漂亮，灯光、笑脸、礼貌、恭维。可一个人真正的人品，要看他不知道你是谁的时候怎么对你，也要看他面对一个普通老人、普通员工、普通陌生人时，愿不愿意留一点善意。林家不是因为穷进不了顾家，是因为饿。赵启明不是因为老被赶出长河，是因为贪。顾家的门不拦普通人，顾家的门只拦没底线的人。我明白了。明白就好。有钱时不欺人，被欺时不纵恶，这才是顾家的门风。
老人家您慢点儿。谢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孩子不是故意的。没事儿，孩子嘛，慢慢教就好。爷爷，对不起。人这一生难免被撞一下，有人撞了人会道歉，有人撞了人会反咬。有钱时不欺人，被欺时不纵恶，这才是顾家的门风。